于小姐，请你赶紧过来一趟，房子我不想租给你，你怎么能骗我呀？请你赶紧过来。这房间我不租给你了。怎么了？你利用我？我利用你什么了？你说这个房间你租来是用来当仓库放服装的，你骗我。你家那些破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盯梢要监视，别在我这儿。你是不是看见我丈夫跟那个比基尼的女人了？我说这房间我不租给你了，钱我还给你，你可以走了。你是不是看见我丈夫跟那个比基尼的女人了？你走不走啊？你就是看见他们了。我就是看见了，怎么了？你想干嘛？哎，这是八楼。哎，别跳！哎，有话好好说。哎呀，我房子租给你，我租给你。下来！你要干嘛？你下来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过去，我恐高，你要帮我从这跳过去。这我可帮不了你，这是违法的。你必须得帮我。我不帮你。那我就从你家跳下去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是的，我就是在威胁你。你怎么可以威胁我？威胁你了怎么样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可以了，你过来吧。我要你帮我从这跳过去，再让你自己过去的。啊？那怎么办？你先站到这儿来。扶着。不是妹妹看见。你别过去，你先过去。这个手，这个手。哎！你跟我回去，你别冲动，你跟我走开。我还要干嘛呀？你们什么关系？邻居。你们什么关系？夫妻。那你们又是什么关系？同事。原来你们不是一对儿啊！我们俩是夫妻，他是第三者。说话放尊重点。尤强，你还嫌不乱是吧？你想干嘛？我还想问你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我跟人家是谈工作。谈工作要跑到他卧室去谈吗？谈工作他要躺在床上跟你一起谈吗？我不想在这儿跟你解释。你是做贼心虚。别争了。那你们俩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没什么关系，不是很熟悉。不是很熟悉，还从他家阳台爬过来，冒充我邻居，莫名其妙。没问你，问你。我们是室友。你们是室友？你说话负点责任啊！谁是你室友啊？我说错了，是这样的，我把我的房子租给他了，所以我跟他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。于小强，你居然背着我在外面租房子？是的，你敢背着我在外面去搞别的女人，我就敢去捉奸。我租房子就为了干这件事情。对，他们俩不雅的照片就是我在帮他修电脑的时候，我在他电脑里发现的。有你这么帮人的吗？
这大姐给你多少钱让你这么帮她呀？哎，我还想问你呢，她给你多少钱呀？他们俩好端端的一个家庭，你横插竖插的，你破坏他们干嘛呀？哎，你搞没搞清楚状况啊？说话。好端端的夫妻却不在自己家里待着，好端端的同事深更半夜却以工作的名义待在一个女人的房间里。那好端端的邻居干嘛半夜爬人家的阳台啊？你以为你是蝙蝠侠呀？好端端的家不住，上外边租一房子。这社会要都像你们这样，这还有希望和正气可言吗？哎，师傅，你等等我啊！妈，小强，我们回家。啊。上车啊！好了。今儿这事儿，谁的主意？不是你的吧？是我的又怎么样？你少管闲事儿。我还就是一个特有正义感的人。本来我对这件事情可以没有立场，可谁让我正好看见你跟那老刘鬼鬼祟祟的？谁让我在修电脑的时候正好看你们在那照片上搂搂抱抱的？所以我非帮那大姐不可。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。小强啊，你先上楼啊。干什么？过来。你呀，干嘛呀你？干嘛呀？我揍你！我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啊？好啊，那我进派出所去了。你不嫌丢人，我还要面子呢。我老脸都给你丢光了。哼，行啊，你是老板呐，你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呐。这闹进派出所，传出去怎么得了啊？听我解释啊！你闭嘴！我平常怎么跟你说的？啊？家庭稳定最重要，原配最好。你一句也没听进去啊！我承认我做的不对，可我也没想到于小强和别人串通起来整我。你清清白白、干干净净，谁整得了你啊？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就是你错了，错了就是错了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？这您说。兰心。兰心，我看叫黑心得了。我警告你啊，
你马上跟他断绝关系，以后这种事永远不许再发生，听见了没有？再有啊，小强那里打死了不能承认啊！这种事情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宽宏大量，啊！我想解释一下。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编故事。我只相信我看见。你看见的未必是事实嘛？是这样，兰心呢是我们公司新请的设计师，这不是发布会就快开始了吗？我去呢是跟他核实一下工作的一些细节。为什么不在公司谈？这不是赶上周末了吗？他又生病了，我只能去他们家聊。他得的什么病？这一女孩子得什么病，我哪好意思问？有什么不好意思问的？你都进了卧室了，他都躺到床上了。不是这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，这还真是我让他躺床上的。你像人家生病了嘛，我作为一个老板，对下属怎么着也得关心一下吧。真是一个关心下属的好老板。你还让他穿着睡衣跟你谈的吧？那你说在卧室穿什么呀？穿晚礼服那合适吗？幸亏没在浴室吧？行，我知道，不管让谁看见这一幕，难免都会起误会。我保证，这事儿我没下回了，好不好？你谈的什么工作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我谈什么工作你也不明白？难道我谈什么工作还得跟你汇报？你急什么呀？你干嘛睁着眼睛说瞎话呢？如果今天不是被我当场抓住，你是不是还要说你没有去过他们家呀？是啊，说是你生气呗。行了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？我承认我也有我性格上的问题，我们俩在一起过日子，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也一次一次的跟你说，我们俩好好过，我也努力生孩子。但是你不能背着我在外面去找别的女人，这是原则上的问题。你看你，我这都解释一晚上了，合着我都白说了是吧？那你把这个给我解释一下。这怎么了？这有什么呀？您还拿它当艳照门了？公司年会在海边上，同事之间拍几张照片，这怎么了？那如果我跟别的男人拍这样的照片，你也不会大惊小怪吗？不会呀，这都什么时代，这很正常啊。那好吧，那我明天就去拍。你看，你这话就较劲了啊。那我再问你，你的衬衣为什么会晾在他们家的阳台上？陈芝麻烂谷子又翻出来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那次喝多了，然后吐身上了，人家挺好心的，拿回家帮我洗了。你就别这儿不依不饶的了，行不行？你看人家做老婆的，一个个的啊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的，多好。你呢？你都干什么？翻阳台，什么当电脑黑客，什么跟踪追击，这你倒全行。那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？啊？你撒谎，口是心非，说一套做一套。我这么做也是被你逼的。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我上不了厅堂吗？我没有你那兰心年轻漂亮，对吧？我下不了厨房吗？刘光耀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吃喝拉撒睡哪一点不是我伺候你？说话是不是还要凭良心啊？你还真别跟我说良心。那你说我对你怎么样？你吃的穿的用的，我哪一样给你买过次的，对吧？可你背着我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在外面租房子，跟那个什么修电脑的小伙在这勾勾搭搭，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刘光耀，你不要倒打一耙，我跟人家什么关系都没有。行，你别生气啊，咱别吵了。哎呀，你吵下去也没意思，对吧？
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也不问你了，你也别问我，咱们都既往不咎 ，OK， 好吧？你先别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不是你还怎么着啊？我把话已经说得够清楚了，咱们都自我检讨一下，自我批评一下，好了吧？我做不到。那你想怎么着？你既然做了，为什么不敢承认呢？你承认错了，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。夫妻之间为什么不能坦诚相见呢？可咱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，算了吧。算了吧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咱们夫妻走到头了。夫妻到头了是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离婚呗。你要跟我离婚？我无法容忍一个天天想捉我奸的女人跟我生活在一起。你知道我在派出所怎么想吗？嗯，你无所谓，你是个全职太太，我呢，我也在社会上混。我这些事儿被我的同行、被我的同事知道了，我这脸往哪儿搁？我告诉你，小强，你要再这么下去，我就只能跟你离婚。刘光耀，你胡说什么？小强，小强，你别理他啊！你别听他的气话。小强啊，小强，你别听他说气话。小强，你还坐着？你赶紧把他追回来，你跟他道个歉不就结了吗？不追，妈，我的事儿您甭管。我能不管吗？本来就是你错，更何况那个110是兰心打的，又不是小强打的。爱谁打谁打，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。哎，我的天，好好的一个家怎么能说散就散了呢？那怎么了？啊？我就得让他知道知道这个家的主人是谁。你不能这么无法无天吧？话不能那么说呀，你去把他追回来吧。我不追，走啊！我看他去哪儿。离婚这岁数，我看你敢离？哎呦我的天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是？你在干什么呀？喂，我已经到了，飞个红眼航班去泰国。辛不辛苦啊？我给你算了一下，你这2个月累计的飞行里程都够登月了。没事儿。哎，房子租出去没？等你回来，我要跟你讲讲咱们这儿最近发生的特别精彩的故事。哎呀，我不要听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。行，我不跟你说了。那你自己注意休息啊。好嘞，拜。老板，我喝完了，再来1瓶。姐，少喝点吧，你醉了。OK， 最后1瓶。我们家给我打电话了，我现在不接，知道为什么不接吗？因为我老公要跟我离婚。在我的记忆里，
小强从来没有离家出走过呀。你刚刚的话呀，任何一个女人都受不了。别说是你错在先呐，小强就算再不对，你也不能跟他提离婚呐。我也是拿那话吓唬吓唬他，谁想到他就真走了。妈是不希望看见你这个家散了，儿子。话是伤人的剑呢，有些话呀，即便是夫妻说出了口，也很难收回的。我也没想跟他真离婚，但我确实不应该提离婚这2个字。是徐小强吗？你说什么呀？你过不过来？啊，你这儿怎么那么吵啊？我说你过不过来？你过不过来喝酒？过来喝酒！啊，你听我说啊，这房子我不租给你了，我把钱退给你。老板，我朋友给我打电话了，叫他过来喝酒。喝酒。喂，你是他朋友吗？他醉得很厉害啊，赶快把他接走吧。什么？我这是 Rich 酒吧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关机。他电话关机了。我在这儿等吧，你先去睡吧。我哪睡得着啊？你们2个闹成这个样子了，都这么晚了，你去找找他啊。他跟芳芳最好，你看看是不是在他家里。去。哎，儿子。家和万事兴啊！你别一赌气又跟他说离婚呐！哎呦！哎，你喝多了？啊，醒醒！哎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那个房子我不租了，我把钱退给你。哎，我跟你说话了，那我钱不退给你了。哎。大朋友们，醉了，带他回去吧。哎，帮他把酒钱先付一下。多少钱啊？320。给300行吗？行吧。你能自己走吗？哎，哎，你干嘛呀？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你放手！放手！什么情况？你干嘛呀？
我不干嘛，我不干嘛，我不干嘛。我带你回家。我不回家，我不回家。你不回家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在这儿，我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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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姐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都几点了？这就在。我送你回家。我不回家，我不回家，我不回家，我不回。能不能好好的？我不回家。要一个单人间。啊，2位的身份证。稍等一下啊。他们没带钱包，用我的可以吗？谁入住谁登记，要不然违反治安条例，您负责吗？不是，我又不少你1分钱，你那么较真干什么呀？付钱等于负责吗？姐，这酒店也不肯收你，那咱们就回家吧啊！我把你送回家得了，你说行吗？喂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回不回家？你不回家，我走了。招谁惹谁了？这喂，刘总。哎，芳芳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你。我想问你啊，我今天看完那个文件呀，看完了我不知道随手搁哪儿了。哦，您不是让我交给凯西了吗？哦，难怪找不着呢。那谢谢啊。啊，没关系。小强睡了吗？哦，睡了。你找他有事吗？就是跟他说一声，帮他约好了跟金医生复诊。没关系，我明天自己给他打电话好了。哦，那好，再见啊。
回来了。哎，找到没有？找着了，在峰峰家。啊，那就好了。你赶紧上床睡。哎，啊，哎，慢着点。折腾了一晚上，你也赶紧睡吧啊。嗯。哎。我昨晚喝醉了，是你收留了我，谢谢。小强，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，吃了没有啊？来，我吃过了。啊，你吃好了，我来收吧。不，放着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啊，昨天晚上啊，我把光耀臭骂了一顿呐，他也后悔自己把话说重了，急着出去找你。后来听说你在芳芳家里，我才放心呐。对不起啊，妈，让你担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夫妻没有不吵架的。床头吵，床尾和嘛。可是要记住了，以后可不许动不动就离家出走啊！啊，去到楼上啊，给光耀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你回来了，让他放心啊。那我上楼了。啊。刘总，你的咖啡已经泡好了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刚才蓝心来电话，他说请冰霞不来公司了。啊？点，小心台阶啊！哦，喜欢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干嘛呀？这是？搬家。为什么？搬个家嘛？为什么？那好好的搬什么家呀？你想回避我？想哪儿去了？我现在全部心思都在公司的发布会上，别的我什么都不会想的。你也别多想。打算搬哪儿去？咱回头再说吧啊！我这忙着呢。我今儿没什么事儿，我帮你张罗张罗吧。哎，别呀！我这儿有朋友帮忙，你在这儿反而不方便。赶紧走吧。好。哇塞，宝马男又来了！去啊，急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要吸引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得不到，干着急。难怪他最近常常来接你。走了。
一起吃饭吧，这附近刚开一家法国餐厅，挺好的。不了，我减肥。对了，我给你买个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我不能要。为什么？我有男朋友，所以我不能收你这么贵重的礼物。这送你礼物跟你有没有男朋友没关系。多多啊，人呢可以活得将就，也可以活得讲究。你是个善良的女孩，你懂我在说什么。你明天就去崇明把他接回来。这事是你理亏，我还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爸爸。我不去，他这一晚上没回家，我还没跟他算账。不就在芳芳家住了一夜吗？这点性子你不让他使啊？我跟您说实话吧，他根本就没在芳芳他们家住，我那是骗您的，怕您着急。那他跑哪去了？我哪知道？啊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不知道。哎呀，小强就是心直口快、一根筋的人，我看你们没什么大问题嘛。我承认大问题没有，可小问题不断。我就觉得我每天在家里跟他生活在一起，我就跟那个犯人似的，他就拿那小火不停地熬着你、烤着你、烧着你。哪天这火等烧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完蛋了。我不瞒您讲，我跟他生活在一起，我感觉很压抑，不如趁着没孩子一了百了。哎呦，傻儿子，你现在提离婚，你是过错方啊！这要告上法庭呐，这些年以来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就都得给他了。就算要提离婚，你不能提，要提，让他提。怎么看报你不吃了？我吃完了，你慢慢吃吧。我弄那么多菜，你好歹再吃一点啊！没胃口。小强哪来的？知道。接啊！哎，接啊！哎，回来了，要去接你吗？哦，不用了，我现在在车行，我想给我爸买辆车，以你的名义送给他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先给你爸买辆车，好事儿。买一个老人家喜欢的，买个贵点的吧，好吧？不用用我的名义。啊，钱够不够啊？我身上带卡了。哦，那就刷卡，好吧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自行车会买不起啊，还要你买，敲竹杠了。兴许想买个助动车呢，那也得好几千块钱呢。他爸也节俭惯了，舍不得花钱呗。光耀啊，你刚才在电话里头啊，那态度挺好，等到他回来要维持啊。好。哟，老公有钱就是好呢，买辆汽车跟买自行车一样。我也没想到他今天这么痛快。哎，他是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用钱来买通你呀？哦，我跟你说啊，小强，他跟那个女人啊不一刀两断，你千万不要原谅他哦，听到了没有啊？哦，啊，我上班了啊。你买个车刷20万？什么东西20万呢？是不是看错了？多看20啊？没有，这不是20万吗？喂，爸，我回到上海了，你放心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到车行给你挑了辆车。什么不要不要的，我买都买好了。
我现在都开上了，光耀给你买的。等过2天我看光耀有时间，我们俩给你送回去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缝缝补补又3年，你别啰嗦了，我现在开车呢。哦，拜拜。啊，我觉得我还是应该给他打个电话。算了吧，你呀到公司去，他不马上又回来了吗？这事儿交给妈处理。那好吧，那您跟他聊聊。我走。开车小心点啊。嗯。20万。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哎呀妈，我回来了！哎呀，我爸给家里带了点土特产。车我开回来了，跟我出去看看。来，坐。去崇明，你爸爸都跟你说些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我爸看我一个人回去，就知道我跟光耀闹了点别扭，他让我回来跟光耀好好过日子。他给你出主意了。出什么主意啊？就是在跟光耀离婚之前，能怎么样狠狠地砍刘光耀一刀啊？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跟我装傻了，大手笔呀，一刷就是20万，你对得起光耀吗？原来是这样。我买车也跟刘光耀请示过了，他答应了以后我才买的。好名正言顺地转移财产。转移什么财产？别装了，结婚7年，我看你平常一副勤俭持家的样子，今天一出手就是20万，这不像你啊。你爸爸给你出的主意吧？哼，行啊，表面上说要冷静冷静，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转移财产的动作。也是，小地方的人嘛，看重钱。以前穷怕了，现在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捞钱的机会。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我今天就是要为我儿子出一口气。于小强啊，我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你。第一，你凭什么打着要捉我儿子奸的旗号就出去租房子？第二，你跟那个修电脑的小伙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彻夜不归，是不是跟他在一起？第三，你到崇明去，是不是跟你爸爸2个人商量要怎么样离婚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？第四，买车的20万是不是转移财产的第一步？第五，你要我儿子写请假条，还收着他的备用扣，这实在不是一个贤德的媳妇儿应该干的事儿。第六，你对我们家有什么贡献了？你是给我生了个孙子了，还是替我们家争取了什么荣耀了？说的难听一点吧，你连孩子都生不出来，你凭什么神气活现的跟我儿子闹啊？啊，你闹事儿也要有点资本，好不好？第七，你现在如果要离婚，我一点都不会拦着，但是你别想拿走我们刘家1毛钱。
还有第8吗？汽车的事情，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。自打我结婚以后，从来也没有给我爸买过一件像样的东西。我爸刚拿到驾照，正在兴头上，是我主动要给我爸买的，不是我爸张嘴问我要的。理由编得不错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这个车的市场价加上牌照一共是22万。就算我现在卖掉，分分钟也能卖掉这个价。我之所以买它，是因为它便宜，它是市价车，才20万。哟，好大的口气呀！20万叫财呀？那怎么200万才叫转移财产吗？你刚才一口气说了我7点，我有7宗罪，让我一下子知道我在这个家里的地位，也让我明白我在你和光耀心里是什么样子的人。现在我想说第8点，我于小强从这个家净身出户，我1分钱都不要。于小强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绝对不能侮辱我爸。光耀，哎，妈。哦，你先去吧，待会儿咱们再谈。嗯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怎么了？小强又离家出走了，你说这怎么好啊？我以为怎么了呢？那走就走呗。也怪我把话说重了。嗯。我这一生气啊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是不是跟你爸爸2个人联手想转移我们家财产呢？”呵。这话一说完呢，他人拽起来了，他说走就走了啊。您这话呀说的也没错，我觉得他就是心虚了呗。坐。可能我嗓门大了点儿，把他给吓到了。哎，可也不能动不动就拿离家出走来吓唬我啊，是不是啊？临出门还撂了句话呢。怎么？说是要净身出户。哇，净身出户，长本事了。他全职太太待那么多年，他跟社会都脱节了，他能干嘛去？哎，可也不能放着他不管呐。毕竟他还是你的老婆，我的儿媳妇儿啊。哎呀，我到现在都后悔呢，我怎么会说出那些话来？你有什么后悔的？他做的怎么样？彻夜不归，擅自回娘家，这他都不说。花20万买个车，你想买车可以，你跟我打个招呼，你明说。20万也不是个小数，对不对？钱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再者说了，婆婆说儿媳妇几句那是天经地义的，你动不动就出走，这像话吗？话不是这样说的，光耀。你去找找他吧。不去，爱上哪儿上哪儿。可是万一他要是出了事儿，我们还是要负责任的呀。您放心，他也不是小孩子，能出什么事儿。这回我得让他明白，家就是家，对吧？这不是旅馆，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要真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可以，那咱们离。你真想跟他离呀？离，跟他离！哼，这个世界谁离开谁不能活啦？啊？
离婚也没那么容易，毕竟在一起过了7年了。哎，那你现在那位极品婆婆都已经说了，你为了离婚跟你爸串通起来，来骗他们家的财产。哎，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，那种家你怎么回得去啊？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再回到他们家。一想到我爸苦口婆心的劝我说要跟他好好过，他们还这样说我爸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好了好了，亲，你别哭了别哭了啊！来，你帮我把车子给卖了吧，我要把钱还给他们家。哎呦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住到我那里去啊。车的事情呢，你也先不用着急，等我找到下家，很快就能出手的。我现在也不能住你们家，如果让你妈知道了，一定会告诉我爸的。我不想让我爸难受。不过我想求你件事，你妈认识的人挺多的，你能不能托她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？我现在想找一份工作，我现在不想要他们家的钱，我只想要一点尊严。哎呀，工作的事情不着急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住到哪里去啊？谁啊？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啊，你进来吧。你在做饭啊？啊，就做个蛋炒饭，我都饿了1天了，很快啊。我给你们公司打电话了，他们说你今天休息，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。谢谢你啊，那天没有让我流落街头。嗨，谢什么呀？你说你一女的，大晚上喝了这么多酒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呀？是吧？就算咱们不是朋友，也是熟人嘛，就当我见义勇为了。哎，你是跟我来拿房租的吧？我都准备好了，一会儿我就拿给你。那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，就是想把房租退给你。这蛋炒饭是这样炒的呀？这是日本做法。啊，对了，对面那个女的她已经搬走了。真的呀？她走贼心虚，活该。你知道她那天从派出所出来怎么说的吗？她说，捉奸这个事儿到底是谁指使的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，那是上天的旨意。谁让我正巧那天撞上你们在做那些龌龊的事儿啊？所以我就变成了正义的化身。认识你对我来讲也是上天的旨意。你说我们2个人萍水相逢，谁也不认识谁，也不太了解，你就能够拔刀相助，变成正义的化身来帮助我。这就叫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咱俩都是好人，好人帮好人，那是天经地义的，对吧？那你能不能再拔刀相助我一次啊？行啊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要继续租你的房子。啊？我要继续租这个房间。不是那女的她都搬走了，你租在这儿还有什么用啊？我自己住，我现在没地儿住了。哎呦，那可不行啊！你这一女的住我这儿特不方便。再说了，这么大个事儿，我还没跟我女朋友商量呢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行李我都拿来了，我先把行李搬上来，咱俩再慢慢商量。哎，你不能强买强卖啊！我付的房租应该还是有效的吧？最多1个月，明天我就出去找房子，找到立马搬走。你刚不是说了吗？你可以拔刀相助我一次。我又不是卖刀的，我哪有那么多刀拔？你肯定不愿意看到我无家可归、流浪街头吧？
咱俩非亲非故的，这关系也不至于到这样吧，大姐？你叫我大姐，我叫你小弟，咱们俩一起去捉过奸，一起还进过局子，这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你当时跟我说你租房子就是当仓库用的，你就把我当仓库里的货不就得了吗？我咋遇到你这货呢？哎，你别骂人，佳明小弟。虽然你长得像个小白脸，但我觉得你这人特仗义，你是仗义的男子汉，善良厚道的好孩子，怜香惜玉的好男人。不是，我没有办法跟我女朋友交代。我跟她说了，人家来租这房子就是放服装的。现在你住进来一个女的，我怎么跟她说呀？怎么跟她说我都替你想好了。你怕她误会对吧？你就说我是住家的保姆，我什么都会做，烧菜煮饭、洗衣熨衣、收拾房间、擦鞋擦包、沾花惹草，不是，浇花养草全都会。哎，你说你是保姆谁信啊？有哪个保姆自己开个车还穿这么高级的？我是高级保姆，还是一个十项全能的太太。我还会插花、烘焙、厨艺、说拉弹唱。如果您是1001夜的国王，我都能说出999个故事。那我得花多少钱请你啊？房租你不都收了吗？还白来一保姆照顾你的吃喝拉撒，有没有买一送一的感觉？你别想把我绕进去啊！你就把这房租拿好了，我还给你，你赶紧再去租一个房子，你不用给我当保姆。突如其来的，你让我到哪去找房子去？谁能租给我1个月的房子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哎，你是觉得我是雷锋是吧？你就是个活雷锋。这个箱子一会儿替我拿，帮我把车门锁一下，床单被罩一会儿我自己去买。哎。你怎么不开辆道奇战斧啊？我还不至于扩大那个程度。4个轮子做惯，换换口味，来吧。为什么每次让我送到这儿啊？因为你不是我男朋友。我下次还会给你惊喜。于小强，你睡这儿可以啊，但是我得跟你约法3章，你的内衣内裤都不能挂出来。还有啊，咱们家只有1个卫生间，你要是洗完澡了以后，你必须给我穿好了衣服，你才能出来啊。我可见不着别人走光，知道没？什么内衣内裤啊？谁走光了？包佳明，我不在这几天，你连女人都找了？没有。是这样，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是这样的，我给你找了一个住家的保姆。住家保姆？你的意思是说保姆要睡在这儿啊？对啊。这个房间不是已经租给人家放服装了吗？哎，就是那个人，他现在不放服装了，他想住在这儿。你搞什么鬼啊，包佳明？那个人呢，家里出点事情，他现在搬出来了，一时找不到地方住。就想暂时在这儿住一段时间，而且还给我们免费做保姆。你是说这个保姆睡在这儿，还给我们免费做保姆？你不是老嫌在家里没有热菜热饭吃吗？你又说我衣服也洗不干净。她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啊？不是，她就是个大姐。大姐？确定？大婶儿。哎，嘟嘟，我叫于小强，我就是他说那大婶儿。怎么个意思啊？你给我穿朴素点儿，把门关上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有穿那么好看的保姆吗？有找那么年轻的大婶吗？你不要被她的表象所蒙蔽了。
人家家里以前是做服装生意的，现在落魄了，留几件好看一点的衣服也是很正常的嘛。再说了，她穿的再好，在咱们家就是个保姆，在我眼里她就是个大婶儿。哎，你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我犯得着要跟他吃醋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他要是保姆的活干不了，立马让他走人。必须的，你不让他走，我还让他走呢。哎呀，好了，你生什么气呀？饿了吧？赶紧收拾收拾，咱们一会儿吃饭去啊。你全都弄好了？我全都听到了。这你都能听得见？顺风耳。那以后晚上我日子怎么过呀？放心吧，我该听的听，不该听到的绝不入耳。你们俩不是一会儿要去吃饭吗？你赶紧换衣服吧。你们俩一走，我把厨房收拾一下，明天正式下厨房。走吧。什么味儿这么香啊？哎呦，早饭都做好了，谢了，于小强。人家一大早就出去买菜了。是吧？哎，他房间弄得还挺干净的，这下我省心了。我给你找这保姆还不错吧？那要看他的粥做的怎么样。来。比店里做的好吃，又稠又糯的。他叫什么？小强？他姓于，叫于小强。蟑螂啊？对。小明，上班啊？你怎么起那么早？我买菜。昨晚睡得好吧？睡得特别好。那个，我们家嘟嘟脾气不太好啊，你多担待。放心吧，一定小心伺候。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那可不行，你要把他宠坏了，我以后怎么管他呀？哎，对了，上次咱们去捉奸的事儿，你千万别告诉他，他会骂死我的。放心吧，我又不是个傻子。他平时最喜欢什么呀？惊喜。天天都要我给他惊喜，烦都烦死了。我上班去了。姐，你准备高一几个？哎，于小强，哎，你过来帮我一下呗。啊，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我好像长胖了，拉不上了。啊。哎呀，对，手有点出汗。我怎么觉得这么紧啊？喘不过气儿了。哎呀，你这拉链快崩开了啊！那怎么办啊？我给你看看，要不我这两边给你放两针，你看这样行吗？你会吗？会啊。那你现在就给我弄好不好？行，你脱了吧。啊。
大家放一下手头的工作，我说几句话。咱们新品牌的发布会马上就要进入倒计时了，我知道最近大家都非常的辛苦，我希望咱们再接再厉。另外呢，我想说一点，是吧？咱们的设计师兰心，前些日子一直在生病，今天来上班了，显然是带病坚持工作。作为老板，我对这种工作精神表示感谢，同时我也感谢大家，咱们所有人一起努力，加油，好吧？继续。于小强，你慢点拆啊，那可是香奈儿。这是香奈儿啊？这真的香奈儿？当然了，这是我人生第一件香奈儿，3年前包佳明花了所有积蓄买给我的。天哪！我要知道，我应该拿到店里去给你缝一下，但是我已经拆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的手艺也是挺好的。我一定仔仔细细给你缝啊！哎，你这个针线包也挺与众不同啊。这是我爸妈的定情之物，难怪这么特别。感觉挺土的，但现在看起来还是挺时髦的。我听佳明说，你是离家出走的。我跟我老公有点问题，我也想自己冷静一下。你放心吧，嘟嘟，我找到房子就立刻搬走。没事儿，佳明都跟我说了，其实你家境挺好的，现在还给我们做保姆，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你就住着吧，反正那房子空着。谢谢你啊，嘟嘟。我刚才在楼下碰到佳明了，他挺紧张你的，他让我一定要把你照顾好。真的？真的，我租你房子的时候，他就反复的跟我说，我要问我女朋友，我要问我女朋友。现在像他这么好的男朋友也不多了。好什么好呀？要什么没什么，又没有上进心，就算我作死他了，也没什么变化。你怎么作他呀？我也离家出走啊！只要他一惹我生气，我拎着包就跑出去，然后到附近找个电影院看场电影，怎么说也得2小时吧。他找不着我，急死了。等我回来，说什么是什么。那如果他不找你了呢？我倒不怕这个，我怕我不想再作他了。小强上这儿来工作啊，可他什么业务也不会啊。我不管这件事情，你帮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。你看，我们这么高级的一个妇产医院，领导不可能招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来干吧？这个我晓得的呀。可是小强现在被她婆婆赶出来了，你说怎么办啦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刘光耀出轨嘞！真的，小强气不过就去捉奸。反而刘光耀提出离婚了，小强心情不好，就跑到崇明去看于伯伯，结果回来呢，就刷卡给于伯伯买了辆车子。这件事情被她婆婆知道了，她婆婆就骂小强和他爸爸串通起来图谋他们家的财产。哎呦，真是谎言照耀现实呢！你说现在小强没有家又没有工作，那他总要生活的呀。那小强怎么办呢？他也打算离婚？那当然了，这换作是我也会离婚的呀。刘光耀啊，他就不是个东西啊！哦，对了，妈，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于伯伯啊，小强怕他受不了。我知道的。哎，这样的话，那我得帮他。你让小强明天来找我吧。真的啊？
小强啊，你的名字叫于小强，就是太要强了。凡事不一根筋，行不？凡事不要这么较真，好不好？还真就不回家了？妈，我还怎么回啊？如果你们真的把我当一家人，还会担心我转移家里的财产吗？我现在在卖汽车，等我把汽车卖掉了，我就把钱还给光耀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两清了。你就作吧。你说你跟一个长辈，跟个老太婆，你有什么好斤斤计较的？妈，这不是斤斤计较的问题，这是品质和道德的问题。先不说刘光耀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我买一辆汽车，就说我联手我爸转移家里的财产。妈，我做了你7年的儿媳妇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吗？你现在住哪儿啊？就是我之前租的那个公寓的房子。什么？你还跟那个电脑师傅混在一块儿？那个跟你抓奸的那个男孩？是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是有妇之夫啊，你就这么跟个男孩在一块儿，你像话吗？妈，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？我也是被逼出来的。之前我已经付了人家1个月的房租，我只是租了人家1间屋子，他是房东，我是房客，我们俩清清白白的。可人言可畏。于小强啊，你说我们婆媳7年，可有的时候看一个人呢，还真是1分钟就见底了。你放着好好的家不住，跑去跟别的男人混在一块儿，你就不怕传出去之后丢了我们刘家的脸？你就不怕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，说你给我们家光耀戴绿帽子？妈，刘光耀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被我捉到了，这算不算丢了刘家的脸？我现在头上顶着这么大一顶绿帽子，你看不见，你还把我想得那么脏。是我想的脏，还是你做的脏？你就这么跟个男人在一块儿，你要不要脸呢？妈，我不过就是租了人家1间屋子，我怎么就不要脸了呢？你们骂我，侮辱我跟我爸，我提出跟刘光耀分居，又怎么了呢？你们说我转移家里的财产，现在我净身出户，你又把我说的那么脏，为什么我在你的眼里就一文不值呢？我也是我爸一手带大的孩子，好不好？好，很好。于小强啊，我今天本来还想好好跟你谈一谈，劝一劝你，回头是岸。光耀还不让我来呢，我总想着你的好，我不想看到一个好好的家就这么破碎了。可是现在看来，我太多余了。你已经大大方方、高高兴兴的跟别的男人住在一块儿了，看来我今天算是白来了。AA 制，我们各付各的。